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介绍了很多星舰上的组件，现在来看看把它们组装到一起的星舰本身。作为一艘在太空中操作的载具，星舰的工作环境可谓恶劣，要面对自然环境的辐射、温差、腐蚀、微陨石，还时不时需要面对武器的攻击。前面说过的立场护盾、外壳极化、烧蚀装甲这些防护方式，都不总是能100%抵御。最后一道防线就是飞船的外壳本身。星际迷航里的很多文明，飞船的外壳都是用一种虚构的合金 Duranium 打造的。这种材料很轻，但非常坚固，极其耐腐蚀和耐磨，一般的方法很难破坏它。ENT 时代的 NX 级星舰只是用了内衬 Duranium 的外壳，到 TNG 时代就已经是里里外外都用 Duranium 了。电影第7部里 Enterprise D 的碟部从太空坠毁到地面，还能保持完整的形态，保护里面的成员。这个碟部在 PIC 里甚至被修复，装了新的工程船体后重新启用。电影第12部里，严重受损的复仇号撞到地面，推平了好几座楼，飞船本身结构还比较完整，和飞行器都很脆弱的印象相反。另一种常用于飞船的虚构合金是 Tritanium， 它的硬度是钻石的21.4倍，可能比 Duranium 更坚固，更能抵御攻击，常用于飞船的舱壁、武器等。上期介绍过的 TR-116 就是用 Tritanium 做的， Borg 的飞船也完全用 Tritanium 打造。要再往上，就得是一种叫 Neutronium 的物质了。这种东西来自于中子星的核心，密度极高，连扫描都无法穿透，但因为很稀少，而且难以控制，大部分文明也就往往能用它来防护一些非常重要的区域，也就是 TOS 里的行星杀手 Doomsday Machine。 整个船体都是用 Neutronium 打造的，武器攻击都没有作用，无法从外部摧毁，只能用整艘星舰做诱饵，在被吞噬的瞬间自爆，从内而外摧毁。这个概念其实1926年就提出来了，是一种只有中子没有质子的元素，也被称为0号元素，因为没有电子层，中子是紧密地聚集在一起的。现实中的航空器、航天器大多用的是铝合金，主要是因为轻，价格便宜，坚固程度够用就行，主要是为了抵御内外压力差，以及防止微流星穿过。也有用钛合金的，坚固程度和耐腐蚀程度类似不锈钢，但轻一些。碳纤维的材料正在兴起，毕竟这些方面碳纤维更强。我在其他系列说过， Starship 原本打算用碳纤维，后来改用不锈钢，主要原因是极低温的情况下，同等坚固的话反而是不锈钢更轻，价格还便宜很多。要耐受极端高温的地方，经常会用陶瓷复合材料，比如航天飞机的隔热网。未来碳纳米管凭借极高的硬度和极轻的重量，可能会超越这些，成为新一代构造航天器的材料。船体可以用坚固的金属，但不能只是个大闷罐，窗户的地方怎么办？这就得靠透明铝了。我之前在别的系列也提过这种材料，这次详细说说。在电影第4部 Enterprise 的主要成员穿越回1986年，把透明铝的配方交给了有机玻璃制造商，用来建造装鲸鱼的水箱。1英寸厚的透明铝能承受的压力就等于6英寸厚的有机玻璃。巧合的是，真实世界的1985年，一个透明铝专利也公开了，称为 Alan 氧化氮化铝。这种材料非常坚硬，同时是透明的。那么铝是金属，导电为什么能是透明的呢？先来看看铝的氧化物。蓝宝石和红宝石的主要成分都是3氧化2铝，它们就都是带颜色的半透明材料，也都非常坚硬。这种结构叫做阿尔法氧化铝。铝原子和氧原子有特定的空间排布，非常紧密。不同颜色是因为杂质成分不同，掺的微量铁和钛就是蓝色的，掺的微量铬就是红色的，掺的微量镍就是黄色的。而氧化铝的宝石人工合成并不难，实验室甚至家庭环境都能做。艾朗是由氧化铝和氮化铝组成的陶瓷材料，它的结构使其具有很高的强度和耐腐蚀性，硬度能到蓝宝石的 85%，
透明度接近玻璃，重量还相对轻。这几年越来越多用于军事方面，作为防弹、防震波的玻璃，以及激光器的窗口。但是 Elon 的制造过程比较复杂，还需要高温高压，这导致它的生产成本较高。马斯克提过 Starship 载人版的窗户，可能也要用 Elon 来做。当然，作为飞船来说，有真就有假，剧中不止一次利用全息发射器给飞船套壳。Enterprise 的最后几集 ，Romulan 的一艘遥控小飞船用全息的方式伪装成多个文明的飞船，挑拨离间。VOY 里有过用外置的全息发生器产生多个全息飞船，分散敌人注意。有了船壳，再来看看船的里面。星舰这么大的东西不会只有一层，里面分成了很多层的甲板，每一层有自己的功能和用途。同样，因为星舰非常大，从一处到另一处也不那么容易，因此星舰上有 Turbolift 涡轮电梯作为运载工具，外观和普通的电梯差不多，门打开，人进去，到另一层甲板。但实际上涡轮电梯不光是上下走的，电梯口其实只是较箱的停靠站，接了人之后进入交通网络游走，到达另一个电梯口，相当于星舰内部的交通工具。这样同一段轨道可以有多个轿厢，更像公路和车的关系，利用率远高于普通的电梯。那要是涡轮电梯坏了，需要通过 Jefferies Tube 在星舰里爬行，就慢得多了。虽然已经是人站在电梯口，电梯就能来，不需要按按钮，但进入电梯后还得抓着把手才能下达语音命令，就好像现在有些手机上的语音助手得按住按钮才能启用。后来才发展出不需要再抓把手的。现实中也有类似这样的电梯，可以多方向运动，语音控制也并不罕见，但很多时候真不如按按钮来的方便。连线微软研究院的电梯就试图模仿涡轮电梯的行为，不需要按按钮叫电梯，只要站在电梯前面就行，通过 AI 判断是不是要叫电梯。到了32世纪，涡轮电梯已经不够快，用的是舰内传送，来从一处到另一处。在每一层甲板有很多房间，房间总是要门的。在60年代 TOS 播出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惊讶于里面的自动门，人一到就自动打开，过去后还会自动关上。这个在现实中早就实现，司空见惯了。当然 TOS 里还只是道具，用个普通的推拉门，两个人在后面拉，噪声大得不得了，以至于开门关门的时候都是没有台词的，方便后期的时候剪掉声音，配上自动门的音效。每个房间都可以有独立的环境控制系统，房间里的重力、大气成分都可以调整。这个系统甚至连着医用复制机，必要的时候可以透过环境控制系统来投放解毒剂的。人造重力这件事情在星际迷航里很少提，就像一个非常自然的东西一样，几乎不会失效。在电影第6部里，克林昂飞船的重力系统被打坏，刺客穿着磁性靴进去刺杀。现实中对重力的了解还不够深入，无法制造和调整重力。在一些空间站和飞船的设计里，靠的是旋转部分船体，产生离心力来模拟重力的效果。如此强大的星舰，需要大量算力来进行自动化的管理和人机交互。星际迷航里的23世纪用的是基于 Deotronic 的计算机系统，由 Daystone 博士设计，用的不是电子电路，而是虚构的 Deotronic 电路。后来还进一步发展出 Multitronic 的计算机系统，具备有通用 AI 的能力。24世纪的 TNG 升级到基于光子芯片 Isolinier 的计算机， BOY 更是用了生物神经作为计算节点。虽然没有明说，但很多时候他们用的是 Qubit 而不是 bit 作为单位，表示是量子计算机的体系。现实中的量子计算机还在极其初级的阶段， D-Wave 的系统只能做一些算法固定的计算，工作原理也和传统定义的量子计算机有所区别。一些较为通用的量子计算机也在实验室环境下出现了，但都距离在实际中使用比较远。人机交互方面， TOS 时代还是大量按钮和旋钮的操作界面，后来才升级到触摸屏。语音操作导师一直都支持，现实中的语音识别和合成这几十年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不过大部分还只是解决了识别和合成的一些基本问题，至于中间的处理，需要用到的人工智能，也就到了这几年才很好的发展起来。
有了大模型之后，又一次得到了飞跃。更重要的下一步是多模态 AI， 输入和输出都可以是文字、语音、图片、视频等等，这样才能是自然的交互方式。最终的目标也是达到通用 AI。既然有这么多的设备，能量消耗自然大得不得了。第2期说过，引擎产生的能量以电子等离子作为载体往外输送，其中一部分用来供舰内使用。这个能源系统称为电子等离子系统 EPS。电子等离子在管道内传输，到了各个设备上使用，也有换能节点，把电子等离子转成电来用。电子等离子的能量密度高于电，才赶得上那个时代的消耗。而且电子等离子还可以用于推进核武器，比直接用电来的方便。不过，因为整个 EPS 管道是一体的，如果芯片遭到攻击，护盾上的能量波动会传到其他地方，造成局部过载。剧中经常看到战斗中剑桥的操作台爆炸，这就是原因之一。就好像雷击造成浪涌电流，把设备烧坏一样。不过操作台只需要信号，并不需要高能量，做好浪涌保护和隔离并不难。控制台爆炸的设定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TOS 时代成本有限，做不了什么高级的特效，弄些爆炸弄些烟就是了。后来很多时候这样的爆炸成为推动剧情的要素，并成为了一种风格，就一直沿用下来了。但无论如何， EPS 在绝大部分时候都能稳定工作，把能量带往芯电各处。这些就是芯电本身的一些主要构造。当然，芯电上最重要的是船员本身。下一期我们来看看船员的装备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